话接上回，将老头的灵玉卖出去以后，给了我爸2000块钱，这样我家除了我都搬到县城去住了，而我依然跟着姜老头在山上住着，穿地烧雪。有的人在川地一生能见到4、5次下雪就已算不错，而在这一年冬天，我所在的小村里却下起了洋洋洒洒的小雪，地上并不积雪，只是在那竹子上、树上、草上积着，特别是在竹林子里，雪白的雪压着翠绿的竹，那是别有一番风情。捧起放桌上的陶瓷杯，我掀起杯盖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抿了一口清香干冽的茶汤，看着外面的雪景，心中的是分外的悠闲。三娃，想问你作业写了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放下茶杯，眼睛一瞪，说道：惠大爷，你不会是又想耍赖哦？起，咋耍赖咧？是好心问你，还有叫我二大爷，不许叫惠大爷。坐我对面的是慧觉大师，自从那年我家搬去县城以后，他倒是每年都会来我们竹林小住上1、2个月，也不知道是为啥。这老和尚，自从我和他混熟了以后，发现他和我师傅一个性子，又懒又赖又好吃，估计要不是个和尚，还得和我师傅一样好色。2个老爷子基本上是一见面就斗嘴，但关系又异常的好。我总结的是臭味相投。这不，今年冬天他又来蹭吃蹭喝蹭住了，无聊时还托我和他下棋，那手棋下的和我父一样烂。不过人也要和我师傅一样赖。我说慧觉，你让我徒弟叫你二大爷是啥意思？你占老子便宜吗？在一旁的姜老头不干了，你是哈咧，我们俩是一伙的，在精神上就要打压他。慧觉赶紧说道。姜老头思考了一阵，发现颇有道理，就不说话了。我放下茶杯，有些无言地望着这俩老头，一个人下棋赢不了我，2个人就想出了联合的办法。但有时1加1并不是等于2的，他们2个下棋的话，加起来是-1。我说师傅，慧大爷，商量好了没？下一步你们要咋走啊？我可是等了不下10分钟了。我懒洋洋地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今天星期天，赶紧的下完这场棋，在上午10点以前下山，还能赶上中午去县城的车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昨天下了个套，今天得赶紧去看看，带住啥没有？晚了的话，带住东西都得溜了。说完，姜老头就站起来，很没义气地丢下慧觉溜了。看见姜老头溜了，慧觉又气又急地站起来，做事就要去追姜老头。我有点好笑地说道：慧大爷，你这是也想溜啊？这慧觉和姜老头比起来，就是反应要慢点，吃亏耍赖的事儿，总是没有姜老头跑得快。慧觉愣了一下，站住了，憋红了脸对我说了句：小孩子，下啥棋？消息去，咋不懂事儿哩？说完，他还做起一副愤怒的样子，背起个手走了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懒得和这俩老头计较，转身回屋收拾了一下，就装了件外套，准备去县城了。刚走到竹林，刚才一溜烟跑得没影的姜老头又窜了出来，吼道：三娃，啥时候回来？今天不回了，明天早上直接去学校，明天下午放学了才回。我说了一句，脚步轻盈地下山了。好在县城有一趟早晨5点就开往香厂的车，那是方便当地乡亲去卖菜的。一路的雪景虽然漂亮，脚下的路却很是泥泞，不过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上山该有7年多了吧，快走了几步，就依稀能看见当年在山脚下的我家的影子，就那么远远地看着，都能发现那处房子已经有些破败了。仔细想想，我爸妈带着2个姐姐去县城已经4年多了，那地方能不破败吗？现在已经是1982年的冬天，这一年冬天过后，我就15岁了。按照当年的约定，这一年冬天过后，姜老头就会带我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故地。到县城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，远远的就望见我爸在车站接我的身影。那时候通讯不是那么方便，我爸也摸不准我哪个周末会去县城，所以每个周末的2点左右他都会去车站看看。因为我一般都搭中午12点的那趟车。下了车，我爸望着我咧嘴笑了笑，就快步地跑了过来，一把就搂住了我。三娃，饿了吧？2个星期没回来了，猜你今天就得回来，你妈在家给你做了蔬菜锅，热乎乎的呢。
饿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一听素菜锅就咽口水了。在山上吃肉太多，腻味得很，回家就能吃清淡点。我冬天爱吃烫菜，我妈就给我整出一个自己发明的素菜锅，狗日的玩，挺能吃的，这都快有我高了。我爸揽着我，高兴得很，习惯性的想揉揉我的脑袋，却发现已经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了。从去年开始，我的个子开始猛窜，这才15岁，姜老头在山上给我一亮，都有1.74米了。一到家，远远在阳台上看见我们的二姐就迎了出来，看着我高兴的抿嘴笑，想抱抱我，又想着年纪大了，最后给我拍了拍衣服上的灰。我妈倒是没顾忌，一出来就使劲揉我脸蛋儿，说道：“儿子今天回来喽，妈，今天小卖部咋没开呢？”远远我就望见今天我家的小卖部没开，就奇怪地问道：“我们现在生意好着呢，你爸还琢磨着去县城最当道的地方开个卖衣服的店，得去成都进货。这小卖部就我守着了，一天不开算啥？我算着今天你就得回来。”我妈乐呵呵的，说话间已经把我拉进了屋子，按在了桌子前。桌子上咕嘟咕嘟地煮着一锅红辣辣的汤底，周围摆着好些样切好的素菜。那汤底是我妈自己的火锅配方，麻辣鲜香，却一点都不上火。我一坐下也不客气，拿起筷子就把土豆片、藕片往锅里扔。我二姐起身就为我添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。我就着我妈泡的咸菜吃了一大口。就这样，他们3人笑眯眯地坐在旁边，看我一个人在那吃，我也习惯这样了，一边夹起一块烫得正好的土豆片，一边吃一边问：“妈，我大姐今年过年回不回？我大姐去年就高考了，考到了北京医学院。我大姐成绩真的很好，是去年的高考状元，她成绩都能去北大了，可她坚持去了北京医学院，那是她从小的梦想，咋不回？前天才收到她的信，说今年春节提早回，叫你一定得等她回来，过完春节才走。”我妈笑着说道。可我注意到她眼眶红了，能不能过了春节才走我不知道，可我却能明白地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随着这15岁的约定越来越近，这件事现在几乎成为我家最不能提的事情。我不想谈这个，赶紧埋头刨了几大口饭进嘴里，假装含混不清地问道：“二姐，你再有2年就高考了，准备去考个啥学校？”二姐的成绩也很好，不比大姐差多少，我也挺关心她能考去哪里的，最好在北京，我们姐弟3人还能聚聚。姜老头那意思是要把我先带去北京的，我没定，我喜欢文科，到时候考个北京的学校吧。显然二姐的心思也跟我一样，我家的人都知道，我15岁以后得先去北京，去了之后是个啥情况，得做些啥，却一点也不知道。但是2个姐姐能在北京，我爸妈总是安心一点的。看你，别说这些事儿，那是我们家3娃的命，他这是得干大事的。我爸点了一支烟，说了我妈一句，也是，现在家里日子好了，在县城比都是好水平的，都得感谢姜师傅。3娃跟着他其实是福气啊。我妈就是容易感伤，这一边掉眼泪，一边舍不得，却一边鼓励着我。我埋头吃饭，心里也说不上是啥滋味。那4年半以前，我家搬家的那个黄昏又在我心里浮现了一下，我拼命的不去想，瞎聊了好几句，才转移了注意力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就已经吃了3大碗饭。我二姐感叹道：“弟弟，你可真能吃，每次都得吃1小锅饭呐。”二姐，你就不懂了，修行的人消耗的多，需要的也多，这不多吃，哪儿去补充啊？我简单的说道。其实这理由说起来就复杂了，总之一沾上修行习武，那花在伙食上的钱可是跟流水一般。我老怀疑姜老头喜欢住山上是为了打野味儿，节约伙食钱。是，我弟弟现在是修行的人，可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我看再过2年就能成正果了。我二姐一笑，脸上就一个深深的酒窝。我挺谦虚的说道：“正果那还早呢，不敢想，真能成正果，修成真正的饭桶呗。”哈哈，我二姐乐开了。我放下筷子就去捏她的脸，姐弟俩闹成了一团。我爸笑眯眯地看着，我妈却咋呼呼地一拍大腿说道：“那这样说起来，香场上有一个人也肯定是在修行了。”
我妈这样一说，我愣住了，咋回事啊？妈，我停止了和二姐的疯闹，很是有兴趣地望着我妈。我知道自己有多能吃，因为消耗很大，但一个人要能吃到和我相当的地步，那也算是一件趣事了。我也在香厂上上学，可是每天来去匆匆的，除了和苏肉联系的紧密一些，其他人我基本没咋接触。在人眼里，我比较孤僻，完全不是小时候那个调皮开朗无法无天的样子了。我内心知道，我是怕和这些同学感情好了之后，到时候舍不得，只因我家搬家那一天留给当时还小的我的孤独感太过刻骨铭心。我真的怕这个，因为这种孤僻，所谓香厂上的大小事儿，我知道的渠道就少了很多，你都还不晓得呀。三娃，我妈果然惊奇于我的孤陋寡闻。我要晓得啥？一天到晚除了在学校读书，就是在山上练功的。妈，你倒是说一下咋回事呗？我问道。就是啊，妈，咋前些天都没听你说起过呀？我二姐也很有兴趣，非常想知道啥人啊，能吃到和自己弟弟一个地步？莫非还真是和弟弟一样修行的人？哎，我不是昨天才听说的吗？昨天啊，我去城里买东西，正巧遇见我们村的刘婶，她儿子是在香厂上安家的，你们晓得吧？我妈说道。妈，你就快说呗，一直问我们晓不晓得做啥。我催道。就是。我二姐也急着听。好好好，我妈喝了一口水，回头看见我爸也一副颇有兴趣的样子，忍不住点了点我爸的脑袋，继续说道。他儿子在香厂上安家，香厂上的事情他儿子就知道得多。那天我遇见他吧，我们就摆了一会儿龙门阵，他告诉我香厂上的郭二不晓得咋了，从大概1个星期以前吧，变得特别能吃，早上能吃2斤面，不到中午又喊饿，一到中午吃饭吧，能把全家6个人的一锅饭都给吃了，家人还没吃到2口菜吧，就看他狼吞虎咽的又把菜给吃完了，那副样子我是没见过，但听着都觉得肚子胀得难受哦。我二姐望着我说道。弟，你不会也变成这个样子吧？我眉头一皱，说起吃，我是比正常人吃得多得多，可赶着郭二的境界怕还是差一些，而且我每天的运动量也决定了我的消耗，跟着姜老头那么多年，我隐约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没理我二姐。我望着我妈问道。那晚上呢？晚上就不吃了。他这样吃没撑坏吧？郭二这个人咋成这样了呢？那人虽然有些不务正业，可脑子却是香厂数1数2的活泛。那几年那么困难，他不务正业都能把家里的生活撑起来，谁干着跟猪一样吃饭的傻事儿，他也不能啊。说话的是我爸，就因为郭二这人在香厂上是颇有些名气的，不止我爸妈知道，就连在香厂上读书多年的我和二姐也是有耳闻的。就因为他脑子活泛，听说胆子也大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说完，具体他为啥这样我不晓得，我就晓得他晚上还是一样的吃法。你说没撑坏吧？也撑坏了。听说一般到中午吃完了就吐，人给撑的脸都白了，可吐完了还吃。刘婶跟我说了，这几天他家里都不敢做饭了，因为那郭二啊都撑到吐血了，估计胃都撑坏了。具体的刘婶也不知道了，反正这事儿在香厂上传开了，因为这郭二的媳妇到处在给他问医生，说是前天都给弄些医院看了，再不好得送城里去看了。我妈讲完了郭二的事，我二姐听完扭头就问我，弟弟，这郭二是不是修炼不到家就撑坏了呀？我很难跟我家人解释这吃东西多少，并不是修炼成功与否的标志，只是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我含糊地跟我二姐说了一句，他这可不是在修炼，怕是得了啥怪病吧？挺奇怪的，我二姐有过一段恐怖的回忆，其实心底也挺敏感的，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，弟弟，这郭二该不会闯到那个东西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我妈就说话了，不会不会，我当时也那么想过，可是刘婶说了，那郭二清醒的跟什么似的，就吃饭不正常了，这根本就不像闯到了那个东西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种怪病吧。我也说道，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事儿不可能那么简单，这些年和姜老头相处，听他说过不少奇怪的事儿。这世间的东西千奇百怪，闯鬼之事也就是一般的小事儿。不过我家里的人只是平凡人，
我是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么多的，也不想他们知道那么多。早些年因为我，他们已经受足了惊吓，郭二的事情就谈论到了这里，我也尽量没去想，安安心心的和家人在一起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。这样的日子随着我15岁的临近，怕是过一天少一天了。第二天很早，我就回了香厂，因为还要上学。我那功课姜老头是督促着的，我是不敢怠慢的。虽说现在少了刘春燕那个紧箍咒，对的，刘春燕已经到镇上去读书了，人家可是个心高气傲的种，我大姐就是她的目标。到学校上了几节课，中午的时候，我出去把苏肉找来了。我们现在一起在乡中学读书，就是没一个班。我是在教学楼的背后把苏肉找到的，那小子伙着几个学校的混子学生，正躲在教学楼背后抽烟，一见到我来了，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包绿色的翡翠烟，倒了一支出来，递给我：“3娃，整一根。”我望着眼前的苏肉，这小子一年胖似一年，但个子也长了不少，现在长得是又高又壮，站面前跟个石头墩一样。上初中后，这小子就爱上了混社会，和其他几个人成了学校所谓的一霸，打架逃课样样来。不过这不影响我们从小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。不整，我挡开了苏肉递过来的烟，苏肉也不以为意，笑嘻嘻地把烟收了起来，小心地放兜里了，然后一把拦住我说道：“这翡翠可是我偷我爸的好东西，这不想着跟你分享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抽翡翠呢？”我心里暖了暖，苏肉这小子反正估计着他偷烟的事情，要不了2天就得给他爸发现，反正又得挨打。大大哥，苏肉旁边的几个娃儿也忙着和我打招呼，我应付了几句。苏肉现在几乎是这个学校的老大，手底下还是有所谓的小弟的，他说他是大哥，然后我是他大哥，所以那些小混混必须叫我大大哥。他经常吹牛，你们是不晓得，3娃是不爱出手，这一出手吧，一个打10个，一个打10个。我没试过，其实不知道关于大大哥和这吹牛皮的事，我也阻止过几次，没有效果也就算了。苏肉，跟我来一趟，跟你说点事儿。我找苏肉是有正事儿，好咧。整完这2口就走。翡翠呢，不能浪费。苏肉大口大口地吸了2口，然后把烟屁股给扔得上，揽着我的肩膀就走了。10分钟以后，我们端着4个大饭盒就坐在了学校的乒乓台上，习惯在这里吃饭，在教室里这样吃，被别人当成怪物似的。这饭盒吧，其中3盒是我的，1盒是苏肉的，但苏肉常常觉得我的好吃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他总得把我的吃去半盒，他要不吃，我就一个人慢慢的把这3盒都给吃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明日继续。